我是修仙界里的唯一一人，只因我真实境界越高，对外显示的修为就会变得越低。在别人眼中，我只是一个扫地10年的炼气期，直到宗门面临覆灭之际，我不得不出手，只好以炼气修为一直。天道不过如此。天道被凡人击溃了，这怎么可能？这真是我那个胆小的大师兄吗？可我并非刻意隐藏实力想扮猪吃老虎，而是因为我发现这是个极其扭曲的修仙世界，存在着一条不为人知的铁律，那便是高阶必死。此界修仙皆为偷盗者，盗气者当诛。每隔1000年，天道就会降下一次大清洗，所有境界超过元婴期的修士都会莫名失体，或在雷劫中化为飞灰。世人以为那是飞升失败，只有我知道，他们全被天道收服。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帝、至尊，在天道眼中不过是养肥了的猪。修仙者的境界从低到高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但陆晨体内这个变异的逆转轮盘，却遵循着一套完全相同。他的真实修为越强，对外显示的境界就越低。反之，若他真的散功重修，显示的境界法一路飙升。青云宗后山最偏僻的乱葬岗，这里不仅埋着凡人，更埋着无数在修仙界争斗中陨落的修士。阴煞之气浓郁的几乎化不开，寻常弟子哪怕只是路过，都要贴上2张辟邪符，生怕沾染晦气。然而此刻，在一座新挖的土坑前，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挥汗如雨。陆晨停下动作，直起腰，用那件不知原本是灰色还是白色的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他无奈地看着土坑里那具早已没了气息的尸体，嘴里骂骂咧咧。这年头的化神期修士，骨头怎么比万年玄铁还硬？这都烧了半个时辰了，连层皮都没掉。坑里躺着的是个黑袍老者，虽然已经凉透，但周身依然流转着令人心悸的暗红流光，那是化神期大能死后残留的护体罡气。你说你好端端的血煞宗长老不当，非要半夜潜入我们青云宗偷那本破烂长裙功，偷就偷吧，还非要路过我的菜园子，踩坏了我刚种的大葱。我不杀你杀谁？陆晨叹了口气，缓缓伸出右手，食指指尖凝聚起一抹不起眼的幽蓝色火苗。这火苗看似微弱，仿佛一阵风就能吹灭，但在它出现的那一瞬间，周围方圆百里的阴煞之气瞬间被驱散。尘归尘，土归土，下辈子别练这种硬功了，废柴火。陆晨屈指一弹，那朵幽蓝火苗轻飘飘地落在黑袍老者的尸体上。仅仅是一瞬间，那坚不可摧的化神期肉身化作一堆灰白色的粉末。陆晨满意地点点头，动作行云流水。显然这种毁尸灭迹的勾当干了不止一次。做完这一切，他长舒一口气，习惯性地抬头看向自己的头顶，那里悬浮着一行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淡金色小字：当前境界显示，炼气3层99%。陆晨的脸色瞬间变得惆怅，比刚才看见尸体时还要惊恐万分。见鬼！怎么又长了？陆晨闭上眼睛，慌乱的内视丹田，只见丹田深处，一座古朴沧桑的巨大轮盘正在缓慢逆向旋转。轮盘之上，原本浩瀚如汪洋的金色灵海，因为刚才那一指的消耗，微微翻涌一下。陆晨抬起头，目光穿透层层乌云，看向苍穹深处，在那常人无法触及的9天之上，隐约有一只巨大无形的眼睛在巡视，那是天道，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猎杀者。刚才那一指寂灭幽火用的还是太猛了，灵力纯度又提纯了一丝。再这样下去，万一我突破到了真实境界的大成期，显示境界就会掉到炼气2层，那倒是更安全了。可问题是，这中间的能量变动很容易被天道捕捉到啊！陆晨痛苦地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别人修炼是为了变强，他修炼是为了压制变强。不行，得赶紧回去睡一觉，把刚才增长的这一点点修为睡散掉。太危险了，真是太危险了！他提起铁铲，腰间的破酒葫芦晃晃悠悠，脚步虚浮地朝着山下的宗门走去。作为方圆千里内有名的正道大宗，青云宗占据了72座灵峰，云雾缭绕，鹤鸣阵阵，一派仙家气象。陆晨所在的紫竹峰却是72峰里最寒酸的一座，因为这里只有3个人，那个整天闭关不知道死没死的师傅，一个整天想着光复紫竹峰荣光的小师妹，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大师兄。刚走到半山腰，陆晨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苏青哥，你别给脸不与要脸，这个月的灵石份额，你们紫竹峰没资格领。他手里抛完这几块下品灵石，眼神轻浮的在对面少女身上打转。赵虎，宗门规定，每一峰无论人数多少都有基础问额，你凭什么扣我们的？就凭你们紫竹峰全是废物，你那个死鬼师傅闭关10年不出，估计骨头都烂了。你那个大师兄陆晨进门10年还是炼气3层，连条狗都不如。把灵石给你们，那是浪费资源。你敢骂大师兄？大师兄只是厚积薄发，他比你们都努力。努力？努力睡觉吗？还是努力去乱葬岗捡破烂？我昨天还看见他在山脚下跟凡人抢叫花鸡吃，简直丢尽了我们修仙者的脸。苏青哥气得浑身发抖，锵的一声拔出长剑，剑尖直指赵虎。我不许你侮辱大师兄，道歉。
否则怎样？就凭你这筑基初期的修为，还想跟我动手？他轻蔑的抬手一挥，一股劲风直接撞向苏青哥的剑锋。苏青哥毕竟年幼，修为尚浅，被这股巨力震得口口发麻，连退好几步，险些跌倒。既然你想打，那师兄我就替你那废柴大师兄好好教教你规矩。赵虎淫笑一声，掌心凝聚出一团赤红色的火焰，毫不留情地向苏青哥砸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道灰扑扑的人影不知从哪窜了出来，像是脚下一滑，整个人失去平衡，斜斜地朝着赵虎摔了过去。这一摔姿势极其不雅，但他摔倒的方向却恰好是赵虎的侧腰，那是所有修士发力时的契机节点所在。一声闷响，陆晨的肩膀重重地撞在了赵虎的腰眼上，在接触的刹那，陆晨手掌中一股只有发丝粗细却凝练到极致的暗劲瞬间钻入赵虎体内。原本气势汹汹的赵虎只觉得腰间像是被一头太古蛮牛撞了一下，体内的灵气瞬间逆流，他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整个人就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重重的摔在地上，当场昏死过去。手中的火球也随之消散，化作一缕青烟。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而那个罪魁祸首陆晨，此刻正趴在地上，一边揉着膝盖，一边哎呦哎呦的叫唤。疼死我了！这谁这么缺德，在路中间扔石头？哎，我的老腰！他艰难地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一脸茫然地看着昏死过去的赵虎，又看了看目瞪口呆的众人。赵师弟这是怎么了？练功走火入魔了？我就说嘛，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大，容易伤肾。大师兄，你怎么？我刚去后山挖了点野菜。小师妹，饿了吧？回去师兄给你煮粥喝。周围的弟子们面面相觑，这算什么？赵虎被绊倒了？好像是赵虎运功的关键时刻，被陆晨这个废物撞岔了气。这运气也太好了吧！陆晨这废物竟然也能打败过赵虎。陆晨无视众人的议论，拉起还在发愣的苏青哥就往山上走。走了，别看了，这种走火入魔会传染的。他看着前方那个背影佝偻、脚步虚浮的大师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大师兄，苏青哥轻声唤道：“咋了？”陆晨头也不回，还在专心研究路边的一株杂草。以后别下山了，我会努力修炼，保护你的。等我到了金丹期，就没人敢欺负我们紫竹峰了。好啊，那师兄以后就靠你养着了，软饭真香。他转过身继续走，但在转身的那一瞬，他眼底的笑意瞬间结冰。他的神识早已覆盖了整座青云宗。就在刚才，他感觉到了一股窥探的视线，来自万米高空的一艘隐形飞舟。那视线阴冷黏腻，带着明显的杀意。天魔教的探子嘛，看来昨晚那个化神老怪的死，还是引起了一些苍蝇的注意。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正好我这菜园子还缺几份肥料。青云宗紫竹峰，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灵峰，如今大半建筑都已破败，杂草丛生的练武场上，几只野鸡正在悠闲的踱步。回到住处，陆晨熟练的生火架锅，他并没有真的煮什么野菜粥，而是从储物袋深处摸出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瘦肉，这是6阶妖兽烈风暴的里脊肉，蕴含着磅礴的气血之力。师妹，前菜。陆晨把肉扔进锅里，又扔了几株看起来像枯草，实则是5品灵药龙须根进去。不一会儿，香气四溢。苏青哥坐在一旁的小马扎上，拖着腮帮子看着陆晨忙碌。他早就习惯了大师兄总是能弄来一些奇奇怪怪的野味。虽然大师兄说是减了，但每次吃完，他都觉得体内灵力涌动，修炼速度倍增。大师兄，你说师傅到底什么时候出关啊？再过1个月就是宗门大比了。掌门师伯说了，如果我们紫竹峰这次再没人进前100名，就要裁撤我们的封号，并入其他峰了。裁撤？好事啊！不用每月交易灵石管理费，还能蹭食堂。大师兄，这是尊严问题。紫竹峰是师傅的心血。师傅那老头子要是有心血，就不会为了躲债闭关10年了。而且这次大比，据说萧天河也会来。听到这个名字，陆晨的眼神微不可察的凝滞了一瞬。萧天河，苍穹域第1宗门天道宗的圣子，号称100年难遇的绝世天才，天生拥有一双破望金瞳，能看穿世间一切虚妄。这不仅是苏青哥的童年阴影，也是陆晨目前最忌惮的几个人之一。并不是因为萧天河有多强，而是这小子的那双眼睛太烦人。虽然陆晨自信逆转轮盘的伪装连渡劫期大能都看不穿，但面对这种天生异瞳，还是存在1/1000的暴露风险。他来干什么？相亲啊？是来查血煞宗长老失踪案，顺便向我提亲。提亲？像你，师妹虽美，也不至于让天道宗圣子专程万里来提亲。他是为了我们紫竹峰的紫青双剑，那是当年师祖留下的镇峰之宝，只有紫竹峰的传人才能开启。他想通过联姻吞并我们紫竹峰。陆晨擦了擦嘴，神色恢复了平静。原来是冲着那2把破剑来的。紫青双剑，陆晨想起来了，好像被他拿来当切菜刀用了好几年，后来闲炖，扔在后山禁地的一堆废铁里吃灰呢。不想嫁就不嫁呗，多大点事儿。
实在不行，师兄带你跑路。世界这么大，咱们去凡人界当个富家翁，岂不美哉？我不跑，我要参加大比，我要在擂台上堂堂正正的打败萧天河，让他知道我们紫竹峰不是好欺负的。陆晨看着斗志昂扬的小师妹，心里一阵头大。打败萧天河，丫头，人家萧天河现在已经是金丹大圆满，半只脚踏入元婴期了。你一个刚筑基的小菜鸟，人家打喷嚏都能震死你。最麻烦的是，按照宗门规矩，如果紫竹峰要保留封号，除了苏青哥，他这个大师兄也必须参赛，并且不能输得太难看。这日子没法过了。传掌门令，3日后开启乾隆秘境作为大比初赛场地，所有炼气3层以上弟子必须参加，违者逐出宗门。陆晨手里的碗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炼气3层以上，我刚好就炼气3层。陆晨看着头顶那该死的炼气3层字样，第一次恨自己为什么不真的废一点。如果显示是炼气2层，岂不是就能名正言顺的逃课？入夜，紫竹峰后山寒潭边，陆晨盘膝坐在潭水中，冰冷的潭水刺骨，却压不住他体内躁动的灵力。既然躲不过，那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乾隆秘境，我记得那里面像封印着这一只上古凶兽吞天雀的一缕残魂。那地方对别人来说是试炼之地，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火药桶。若是在秘境里稍有不慎，用力过猛，直接把秘境撑爆，那乐子就大了。必须得想个办法，把我的战力精确控制在刚好能赢，又赢得特别艰难、特别猥琐的程度。陆晨心念一动，体内的逆转轮盘开始加速旋转，他开始尝试一种极其危险的操作——微操所穴。他在自己的经脉中设下了9999道禁制，每一道禁制都像是一道阀门，死死锁住那浩瀚如海的合体之力，只留下一丝丝缝隙，让灵力以滴漏的方式流出。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只要我不解开禁制，我的输出功率就被锁死在了炼气大圆满的水平，就算我想爆发也爆发不出来。万米高空之上，那艘隐形的非洲正如鬼魅般悬停。非洲甲板上站着一个身穿月白长袍的青年，他面容俊美的近乎妖异，眉心处有一道竖着的红痕，那是天眼通未开启时的状态，正是萧天河。少主已经查探过了，昨晚血煞宗长老的气息最后消失的地方就在这青云宗后山，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只有极其微弱的火系灵力残留。微弱？能在一瞬间将化神期修士焚烧成灰，连神魂都逃不掉，你管这叫微弱？属下无能，只是那残留的气息确实只有炼气期左右的强度，这就很奇怪。不奇怪，大道至简，返璞归真，能将力量控制到这种地步，出手之人的境界早已超出我们的想象。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黑暗，锁定在了寒潭边那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身影上。那个在洗澡的人就是紫竹峰的大师兄陆晨。是，资料显示，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废柴，入门10年毫无作数，性格懦弱，贪生怕死。废柴？一个废柴能在这种极寒潭水中泡2个时辰而面不改色？哪怕是筑基期修士，此刻也该冻僵了吧？黑衣老者一愣，连忙运起灵力看去，顿时大惊失色。这寒潭乃是万年玄冰融化而成，他怎么做到的？这就更有意思了。萧天河眉心的红痕微微跳动了一下，要么他是个体修天才，肉身强横，要么他身上有重宝护体，要么他就是我们在找的那个变数。传令下去，这次秘境试炼重点关照这位陆晨师兄，我要看看把他逼到绝境，他到底是变成一条死狗，还是变成一条龙？是。黑衣老者领命而去。寒潭中，陆晨突然打了个喷嚏，是在骂我？刚才那一瞬间，那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又出现了，而且这次不仅仅是窥探，更像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戏谑。看来这次大比想低调都难了。随着他起身的动作，周围的寒潭水面瞬间沸腾，化作漫天白雾。他在白雾中缓缓睁开眼，原本慵懒涣散的眼神，此刻竟如刀锋般锐利。既然你们要逼我演戏，那我就陪你们演一场大的。青云宗演武广场，今日的广场人声鼎沸，数千名弟子按照风头分列四周，而在广场中央悬浮着10座巨大的擂台，每一座都由金铁铸造，刻满了防御阵法。随着一声悠长的钟鸣，掌门那浑厚的声音传遍全场。宗门大比正式开始，第一轮淘汰赛。陆晨缩在紫竹峰的角落里，手里还拿着那个标志性的破酒葫芦，有一搭没一搭的喝着凉水。大师兄，你一定要加油啊！只要赢一场就能保住封号了。放心，为了咱们的饭碗，我一定全力以赴。他心里却在盘算，第一场如果遇到个炼气8、9层的，我就直接躺下装晕；如果遇到个筑基期的，我就还没上台先吐口血，说就伤复发。总之，主打一个虽败犹荣，身体不行。第3擂台第12场，紫竹峰陆晨对战
烈火峰张大彪。张大彪，那个练气大元蟒的肌肉狂人。哈哈哈，陆晨这废物运气也太差了，赌10块零食，陆晨坚持不到3息。陆晨听到这个名字，嘴角微微上扬。练气大圆满，太好了！这种只有蛮力没有脑子的对手，最适合配合演出被一拳打飞的戏码。他慢吞吞地爬上擂台，甚至还故意绊了一下，引得台下一片嘘声。张大彪像一座铁塔般矗立着，他赤裸着半个肩部，肌肉虬结，浑身散发着灼热的气息。看着眼前瘦弱的像只鸡仔的陆晨，张大彪狞笑一声，捏的拳头咔咔作响。小子，你自己滚下去，还是让爷爷把你扔下去？师兄手下留情，我就站这让你打，你轻点行不行？看台上，萧天河正端坐在贵宾席，手里把玩着一枚玉剑，那双奇异的双瞳并未开启，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擂台。那就是陆晨，气息虚浮，脚步散乱，确实是个废物。少主，昨晚的事看下去，有时候眼睛也是会骗人的。废话少说，看拳！张大彪怒吼一声，脚下发力，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冲了过来，硕大的拳头上包裹着熊熊烈火，带起一阵狂风。陆晨看着那越来越近的拳头，心中暗暗点头，力度不错，角度也正，只要我稍微侧身，让他擦着我的肩膀过去，然后顺势倒飞出擂台，吐2口血，这戏就杀青了。然而就在张大彪冲到陆晨面前3尺处时，张大彪那原本凶神恶煞的脸突然扭曲了一下，像是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他的脚下莫名其妙的一软，原本直冲的姿势瞬间变成了前扑，伴随着一声惨叫，张大彪那庞大的身躯竟然在空中诡异的转了个弯，像是踩到了无形的香蕉皮，直接越过了陆晨的头顶，重重的砸在了陆晨身后的擂台边缘。张大彪脑袋着地，整个擂台都震颤了一下，他抽搐了2下，白眼一翻，竟然晕过去了。全场死寂，陆晨保持着抱头蹲防的姿势，透过胳膊缝隙看着这一幕，整个人都懵了。这是什么操作？大哥，我是想输，你别这么配合呀！你这一晕，我不就赢了吗？裁判长老飞身上台，检查了一下张大彪，神色古怪的宣布：张大彪灵力逆行昏迷，胜者紫竹峰陆晨。台下瞬间炸开了锅。这也行，运气也太好了吧！张大到这是昨晚吃坏肚子了。黑幕，绝对是黑幕！我看张大毛是收了紫竹峰的钱打假赛。只有陆晨此刻脸色比输了还难看，他僵硬的转过头看向贵宾席，只见萧天河正眯着眼，若有所思的盯着他。坏了，刚才张大彪那一脚摔得太不自然了。其实并不是张大彪真的滑倒了，而是在刚才那一瞬间，陆晨体内的逆转轮盘自动护主，释放了一丝极其微弱却又极其恐怖的威压。那威压只针对张大彪一人，直接把他的神魂震晕了。这是被动技能，陆晨想关都关不掉。该死的天道法则，非要逼我出风头是吧？接下来的比赛简直成了陆晨的幸运秀。第2轮，对手是个擅长幻术的女弟子，刚一上台，还没等施法，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怪风迷了眼，眼泪直流，不得不认输。第3轮，对手是个剑修，拔剑的时候太用力，剑柄断了，剑刃飞出去，差点削掉裁判的肚子，被判犯规出局。就这样，陆晨一路莫名其妙的躺平，竟然硬生生挺进了前50名，获得了进入乾隆秘境的资格。大师兄，你真是紫竹峰的福星，我就知道你肯定行的。这哪里是福星，这简直是灾星附体。深夜，紫竹峰，陆晨坐在屋顶上，看着天上的月亮发呆。明天就要进秘境了，那个地方是独立空间，隔绝天道感应。按理说，我在里面可以稍微放开一点手脚，但是这次萧天河也会进去，那个拥有破望金瞳的家伙绝对会死死盯着他。既然躲不过，那就只能转换思路了。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把水搅浑，让他们谁也看不清谁。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面具，这是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白色面具，材质普通，看起来就像是凡间集市上卖的玩具。这是他闲着无聊炼制的无香面具，戴上它，除非是大成期修士亲临，否则没人能看穿他的真实身份。在外面我是唯唯诺诺的炼气期废柴陆晨，进了秘境，若真有危险，陆晨将面具扣在脸上，刹那间，他周身那懒散的气质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渊如玉、令天地变色的恐怖威压。虽然只是短短一瞬就被他收敛起来，但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在颤抖。那我就是收割生命的死神。乾隆秘境入口，这是一处巨大的空间漩涡，散发着古老而沧桑的气息。5大宗门的数百名弟子聚集在此，个个摩拳擦掌，眼神热切。但对陆晨来说，秘境只意味着2件事：麻烦和更多的麻烦。进入秘境后，所有人会被随机传送。秘境开启时间为7天，7天后出口会再次打开。若不能及时赶回，就会被永远困在里面，成为妖兽的腹中餐。还有，秘境深处封印着大恐怖，切记不可深入核心区域。陆晨站在人群最后面，正在往身上贴符箓，隐身符、敛息符、神行符、金刚符，他一口气贴了10几张，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旁边的苏青哥看得目瞪口呆。大师兄，你这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师妹，进去以后第一时间找个洞躲起来，千万别乱跑。如果遇到危险，就捏碎我给你的那个玉佩。那是他用合体期灵力加持过的保命符，足以抵挡化神期全力一击。知道了，
但我还是想去采些灵药给师傅炼丹。这丫头就是太孝顺了。随着一声令下，众弟子如下饺子般冲进漩涡，一阵天旋地转后，陆晨脚踏实地，眼前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遮天蔽日。陆晨第一时间散开神识，那足以覆盖方圆千里的恐怖神识瞬间铺开，整个秘境的1/3尽在这里。这秘境有点意思。在他的感知中，这看似平静的森林里隐藏着无数杀机。东方30里有7个血煞宗的弟子正在埋伏，南方50里萧天河正在和一头4阶妖兽搏杀。苏青哥，运气不错，落在了一片药园附近，暂时安全。陆晨松了口气，正准备找个树洞先睡一觉，突然他的神识扫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在他正前方500米处，有一株通体赤红的小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7品灵药，赤血龙枝，这种品级的灵药怎么会长在外围？就在这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3个身穿青云宗外门服饰的弟子小心翼翼地摸了过来，领头的一个惊喜地指着那株灵药：“快看，赤血龙枝，发财了！”3人兴奋的就要冲上去采摘，陆晨躲在树冠上摇了摇头，蠢货。果然，就在那3人的手即将触碰到灵药的瞬间，地面突然炸开，一条浑身覆盖着岩石铠甲的巨蟒冲天而起，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就吞掉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弟子。惨叫声戛然而止，剩下的2人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但那岩蟒速度极快，巨大的尾巴一扫，直接将2人抽飞。那岩蟒并没有离开，而是盘踞在灵药旁，冰冷的树瞳警惕地扫视着四周。这是一头4阶巅峰的妖兽，相当于人类筑基大圆满，甚至半步金丹。陆晨看着这一幕，眼神毫无波动。修仙界就是这么残酷，贪婪往往伴随着死亡。不过这赤血龙枝对我还有点用，可以拿来泡酒。陆晨想了想，从储物袋里摸出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石子，他没有动用灵力，仅仅是依靠肉身的力量，随手一弹，石子划破空气，发出一声尖锐的爆鸣。那头岩蟒似乎感应到了致命的危机，猛地昂起头想要躲避，但那石子的速度太快了，快到超越了他的反应神经。坚硬如铁的岩石鳞片如同豆腐般破碎，石子直接洞穿了岩蟒的7寸，甚至于事不减，深深地嵌入了后面的一块巨石中。岩蟒庞大的身躯僵硬了一下，随后轰然倒地，连挣扎都没有。陆晨从树上跳下来，慢悠悠地走到尸体旁，他没有急着采药，而是先踢了踢岩蟒的脑袋。这年头的蛇都这么没礼貌，看见本大爷也不打个招呼。他熟练地剖开蛇胆，扔进酒葫芦里，然后摘下那株赤血龙枝，像拔萝卜一样随便塞进了怀里。做完这一切，他突然耳朵一动，有人来了，而且是熟人。陆晨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原地。片刻后，一道流光落下，萧天河一袭白衣，手持长剑，飘然而至。他看着地上的3具尸体和那条巨大的岩蟒尸体，眉头紧锁。4阶巅峰的岩甲蟒被人一击毙命，没有灵力残留，纯粹的物理贯穿伤，能用暗器造成这种伤害，至少是金丹后期的体修。这次秘境里竟然混进了这种高手。他站起身，目光如电般扫视四周。阁下既然还在，何不现身一见？树冠上，陆晨打了个哈欠，心里毫无波澜。炸我，你还嫩了点儿。萧天河等了片刻，见没有动静，冷哼一声，藏头鹿尾之辈。他不再停留，转身向着核心区域飞去。看着萧天河离去的背影，陆晨眯起了眼睛。这家伙去核心区域干什么？那里可是封印着吞天雀残魂的地方。难道天道宗的目标是那个？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讯玉符突然震动了一下，是苏青哥。大师兄，救命！我在落凤坡，有好多血煞宗的人。陆晨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原本慵懒的气质荡然无存，一股令人窒息的杀意从他身上升腾而起，连周围的树叶都在这股杀意下瞬间枯黄。血煞宗，给脸不要脸是吧？他的身影凭空消失，虽然为了伪装，他只用了1成力，但这速度依然快得惊世骇俗。落凤坡，这是一片开满红色鲜花的山谷，美得惊心动魄。但此刻，这里却变成了一处绝望的猎场。苏青哥背靠着一块巨石，身上的青衫已被鲜血染红，发髻散乱，气息微弱。他的手中紧紧握着断了1截的长剑，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不屈。好啊，怎么不跑了？不愧是青云宗的紫竹仙子，这身段，这模样。若是练成血誓，定是极品。你们竟敢在秘境中公然劫杀5宗弟子，就不怕引起宗门大战吗？宗门大战，小妞儿，你太天真了。这秘境里死了几个人，谁知道是我们干的？只要把你那几个同门都杀光，再伪装成妖兽袭击的样子，神不知鬼不觉。苏青哥心中一阵冰凉，他想起了大师兄给他的那块玉佩，他颤抖夺手，想要去摸那块玉佩。想求救？刀疤脸眼疾手快，一道血色长鞭甩出，直接卷住了苏青哥的手腕，啪的一声将那玉佩打飞出去，落在远处的草丛里。现在没人能救你了，乖乖束手就擒吧，我会让你欲仙欲死的。大师兄，对不起，青哥以后不能给你做饭了。
就在那只脏手即将触碰到苏青哥的瞬间，刀疤脸的动作突然停住了，他脸上的笑容凝固，眼神中透出一丝迷茫。紧接着，一条细细的红色血线在他的脖子上浮现，他整个人毫无征兆地倒在了苏青哥的脚边，那双眼睛还大大的睁着，似乎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剩下的血煞宗弟子惊恐地看着这一幕，一个个吓得连连后退。是谁在那装神弄鬼？滚出来！他们疯狂地祭出法宝，护在身前。夕阳的余晖下，一个高大的身影缓缓走来。黑袍人脸上戴着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白色面具，黑袍人的身上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头顶显示的境界是凡人。凡人？怎么可能？秘境怎么会有凡人进来？黑袍人没有说话，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落下，大地都仿佛在微微颤抖。他走到那块落在草丛里的玉佩前，弯腰轻轻捡起，擦去了上面的灰尘。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乱扔呢？他抬起头，那张惨白的面具正对着剩下的血煞宗弟子，面具上只有2个黑洞洞的眼眶，深邃的如同吞噬一切的黑洞。苏青哥看着这个神秘人，不知为何，心中竟然升起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和安全感。那是我的。一个筑基后期的血煞宗弟子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怒吼一声，操控着一把飞剑直刺黑袍人的眉心。飞剑化作一道血光，快若闪电。黑袍人依然站在原地，动都没动。就在飞剑刺中他面具的前一刹那，他抬起了2根手指，叮，那把削铁如泥的极品法器飞剑就这样被他稳稳地夹在了指尖。任凭那弟子如何催动灵力，飞剑都纹丝不动。这材质太脆了。2指微微一用力，那把飞剑瞬间崩碎成无数碎块。体兄，他是金丹级体兄，快跑！分头跑！黑袍人看着那些逃窜的背影，面具下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吧。他缓缓伸出右手，对着虚空轻轻一握，这一瞬间，整个山谷的空间仿佛凝固了，无形的重力场瞬间爆发，增加了100倍、1000倍。砰砰砰！半空中那些正在逃窜的身影，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拍落的苍蝇，直接从天上砸了下来，每个人都被压得趴在地上，骨骼碎裂的声音连成一片，鲜血从他们的七窍中涌出，染红了地面。陆晨走到那个领头的刀疤脸尸体旁，一脚将尸体踢开。动我的人，就要有死的觉悟。他转过身，看向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苏青哥。苏青哥看着这个如同魔神般的男人，心中充满了敬畏和恐惧。前辈，陆晨看着自家小师妹那副惨样，心中一痛，差点就想摘下面具去抱抱她，但理智告诉他，绝对不行，一旦暴露，只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威胁。此地不宜久留，那块玉佩收好。说完，他将玉佩抛回给苏青哥。就在苏青哥手忙脚乱接住玉佩的时候，黑袍人的身影突然一阵模糊，如同水墨画般消散在空气中。前辈别走！苏青哥大喊一声，但山谷中除了满地的尸体和风声，再无他人。他呆呆地握着手中的玉佩，上面还残留着一丝温热。他是谁？为什么要救我？而且这种感觉，为什么那么像大师兄给我盖被子时的感觉？自己一定是疯了。大师兄不过是个炼气期的普通人，怎么可能是刚才那个举手间便覆灭强敌、气场强大的绝世强者？肯定是师父的朋友，或者是宗门的隐士长老。苏青哥自我安慰着，挣扎着站起来。在这个残酷的秘境中，他必须活下去。而在100米外的一棵大树后，陆晨已经脱下了黑袍，摘下了面具，重新换上了那身破破烂烂的青衫。他靠在树干上，装人真累。他看了一眼头顶，当前境界显示炼气3层，99.9%。该死，刚才那一握稍微用了点真力，境界又要涨了。陆晨惊恐地掏出酒葫芦，猛灌了一口散功酒。降下来，快给我降下来！就在这时，远处的天空中突然爆发出一道冲天的血光柱，那个方向正是秘境的核心区域。一股古老、凶厉、充满了毁灭欲望的气息从光柱中扩散开来。这股气息不是吞天拳，这是魔种。看来血煞宗这帮孙子不仅仅是来杀人的，他们是想把整个秘境献祭掉。陆晨叹了口气，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我就想安安静静的苟着，怎么就这么难呢？乾隆秘境核心区域边缘，原本碧蓝的天空此刻已经被一层厚重的血色帷幕所覆盖。那不是云，而是由无数冤魂和血气凝聚而成的阵法结晶。大地在震颤，一道道粗大的血色光柱从秘境的8个方位冲天而起，汇聚在苍穹中央，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图案，贪婪地吞噬着秘境中每一丝游离的灵气和生命力。是9幽血煞大阵，血煞宗疯了！他们要把我们所有人都炼化掉！话音未落，一只通体血狐，双眼冒着绿光的变异妖狼猛地扑了过来，一口咬断了他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却并没有落地，而是诡异的飘向空中，汇入那漫天的血色光柱中。原本充满机遇的试炼之地，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而在离核心区域不远的一处峡谷中，陆晨正蹲在一块巨石后面，手里拿着一张刚刚画好的地图，眉头紧锁。这血煞宗的手笔不小啊，居然要把这秘境里的几千号人全献祭，用来喂养那个魔种。如果不阻止，不仅这里的人都要死，这秘境一旦崩塌，空间乱流会把方圆100里夷为平地。最重要的是，陆晨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透过那血色结界，他隐约感觉到了一股令他毛骨悚然的气息正在复苏。动静搞得太大了，
这么强的能量波动，那个天道之眼肯定会察觉。万一天道降下雷劫来劈这个大阵，我也得跟着遭殃。我现在的炼气3层护盾可扛不住天劫的余波，得把这个阵给破了，但不能直接破，得悄悄的、猥琐的破。陆晨收起地图，正准备行动，忽然前方传来一阵急促的破空声：“救命啊！”只见几个身穿5颜6色服饰的各宗弟子，正如丧家之犬般狂奔而来，在他们身后追着一个身高3米、浑身长满骨刺的怪物。那怪物散发着金丹初期的恐怖气息，手里挥舞着一根巨大的莲花，每一次砸下，大地都裂开一道缝隙。是血尸傀儡，快跑！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胖乎乎的小道士，满脸是血，手里还死死拽着一把断尘拂尘。我也要死了吗？师傅，徒儿还没娶媳妇呢。就在这时，他感觉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哎呦！小道士一个狗吃屎摔在地上，紧接着那个怪物也像是被传染了一样，那巨大的脚掌正好踩在了一块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圆石头上，圆石头一滚，怪物庞大的身躯瞬间失去了平衡，那挥舞在半空中的斧棒因为惯性，狠狠地砸在了他自己的脚趾头上。那怪物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抱着脚在原地跳了起来，正好撞上了旁边山崖上突出的一块尖锐巨石，尖石精准地刺入了怪物的后脑勺，庞大的身躯抽搐了2下，轰然倒地不动了，全场死寂。那个摔倒在地的小道士慢慢睁开眼，看着眼前这一幕，这就是传说中的自杀。而在不远处的草丛里，陆晨默默地收回了那根只有头发丝粗细的灵力死刑。唉，为了让这傻大个意外死亡，我容易吗我？光是计算他摔倒的角度和那块坚石的硬度，就烧死了我几百万个脑细胞。陆晨叹了口气，刚想悄悄溜走，是哪位前辈出手相救？那个小道士反应倒是快，立马从地上爬起来。晚辈天机门段风，多谢前辈救命之恩。陆晨身形一僵，这时候要是出去，岂不是暴露了？他眼珠一转，顺势往地上一躺，把自己的头发弄乱，然后在脸上抹了一把，接着开始惨叫：“我的腿断了！”段风一愣，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青云宗破烂道袍的弟子正躺在草丛里，一脸痛苦地抱着大腿打滚。段风连忙跑过去扶起陆晨：“道友，你也受伤了？这是什么东西？吓死我了！我刚才正跑着，突然就被石头绊倒了，然后就看见这大家伙自己撞死了。我是不是在做梦？”段风上下打量了陆晨一番，炼气3层，气息虚浮，眼神清澈且愚蠢，确实是个废柴。道友，你这运气真是逆天啊！这血尸傀儡可是金丹期战力，居然被自己蠢死了。你这命格怕是有大气运护体。我也觉得我运气不错。那个，这位道友，既然没事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师妹还在等我回家吃饭呢。道友留步，在秘境里全是这种怪物，你一个练气期乱跑肯定是个死，不如咱们结伴而行。贫道虽然战力一般，但在推演吉凶方面还是有点心得的。我看道友面相奇特，印堂虽然发黑，但隐隐有紫气东来，跟着你绝对能活命。陆晨嘴角抽搐，这胖子居然想赖上我！别了吧，我这人从小就倒霉。话音未落，远处的一座山峰突然崩塌，一道更加粗大的血光冲天而起。阵法第2阶段启动了，大凶之兆，生门在东南方。走，道友快走，迟了就来不及了。东南方，那里可是阵眼，还守着2头4阶巅峰妖兽。这胖子的罗盘，怕不是拼夕夕买的残次品。不过，陆晨的目光闪烁了一下，既然要去阵眼，那就顺水推舟吧，正好缺个见证人来证明我的不在场证据。哎，慢点，我的鞋掉了。东南方落峡谷，这里原本是一处风景秀丽的山谷，此刻却被浓郁的血雾笼罩。谷口处，2头体型庞大的血尸正趴在地上，他们是4阶巅峰妖兽，实力堪比金丹大圆满，而且皮糙肉厚，极难对付。段风拉着陆晨气喘吁吁地跑到谷口，一眼就看到了那2头怪物。完了，罗盘误我，这哪里是生门，这是鬼门关啊！那2头血尸闻到了活人的气息，缓缓抬起头，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2人，伴随着一声咆哮，2头血尸化作红色的闪电扑了过来。道友，快跑！急急如律令，报！符箓炸开，火光冲天，但烟尘散去后，那2头血尸毫发无伤，只是更加愤怒。这可怎么打呀？这皮也太厚了吧！陆晨躲在段风身后，眼睛微眯。突然，一道璀璨的剑光突然从天而降，这剑光如洗炼的银河，瞬间划破了血雾。那冲在最前面的1头血尸甚至来不及惨叫，躺在了地上。紧接着，一道白衣胜雪的身影飘落在2人身前，长剑归鞘，发丝轻扬，正是萧天河。天道宗圣子得救了，多谢圣子救命之恩。萧天河没有理会段风，他的目光越过胖子，直直地落在了后面的陆晨身上。那双名为破望金瞳的眼睛中，金光流转，仿佛要将陆晨看穿。陆晨心里咯噔一下，来了，这小子的直觉太敏锐了。他连忙装出一副被吓傻的样子，双腿打颤，一屁股坐在地上。妈呀，吓死我了！那是神仙吗？萧天河盯着陆晨看了足足3息，在他的视野里，陆晨体内的灵力稀薄的可怜，经脉堵塞，确实是废柴中的废柴。难道我想多了？你叫什么名字？回禀圣子，小的叫陆晨，
是青云宗紫如风的弟子陆晨。听说你在擂台上运气很好，那是各位师兄承让，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既然你运气这么好，那就帮我个忙。去，引那头畜生过来，我要试剑。这哪里是试剑，这分明是在试探我。如果我是高手，面对这种必死的军局，肯定会露出破绽。如果我是废柴，那就直接死了。好狠的心思！圣子，我才炼气3层。去，或者我现在杀了你。圣子，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他会死的。闭嘴！我去还不行吗？只要我能在血尸扑到我面前的一瞬间，做出一个极其狼狈的躲避动作，并且让萧天河觉得我是运气好躲过了致命一击，那就还能咽下去。嘿，傻大个！嘿，就在血尸的利齿即将咬断他脖子的刹那，陆晨脚下的一块碎石突然松动。哎呦！陆晨身体后仰，整个人直挺挺的向后倒去。咔嚓！血尸一口咬空，巨大的牙齿在陆晨鼻子上方1厘米处合拢，发出令人牙酸的撞击声。与此同时，是萧天河的剑道了，剑光精准的刺入血尸张开的大嘴，贯穿了他的脑颅。巨大的尸体带着惯性滑行，正好停在倒地的陆晨身上，把他压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还在抽搐的头。萧天河收剑，眼中的金光散去，居然真的躲过了。刚才那一瞬间，他看得清清楚楚，陆晨是因为踩到了碎石才摔倒，完全是巧合，没有任何灵力波动，没有任何身法痕迹。看来真的是个运气逆天的废物。萧天河心中最后一丝疑虑打消了，他走到那堆尸体前，一脚踢开血尸，露出下面灰头土脸的陆晨。还能动吗？活着，我还活着。萧天河眼中闪过一丝厌恶，这种蝼蚁不值得关注。走了，前面就是阵眼，不想死就跟紧我。说完，他大步向谷内走去。道友，你真是神人啊！这都能不死，我就说跟着你有肉吃。试探完了是吧？接下来该轮到我表演了。落峡谷深处，这里有一座巨大的祭坛，祭坛中央插着一面血红色的幡旗，正源源不断地汲取着周围的血气。这就是8大阵眼之一。此时，祭坛周围已经聚集了数十名血煞宗弟子，领头的是一名金丹初期的长老。快，加大献祭力度！圣子有令，必须在1个时辰内唤醒魔种。突然，一道剑光袭来，萧天河一人一剑，如入无人之境，瞬间斩杀数名血煞宗弟子。混战爆发，段峰吓得躲在石头后面瑟瑟发抖。你们打！我去找个厕所。陆晨喊了一声，一溜烟钻进了旁边的密林。一进入密林，陆晨那惊慌失措的表情瞬间消失。阵型有萧礼河去破坏，应该问题不大。我要做的是清理那些漏网之鱼，顺便收点利息。距离落峡谷3里外，一支身穿红袍的血煞宗的小分队正在押送一群俘虏的各宗弟子。快点，磨磨蹭蹭的，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宰了你？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放过？嘿嘿，等到了祭坛，你们就是最好的养料。就在这时，一阵诡异的风吹过，前面的树林里突然走出了一个黑袍人，他戴着白色面具，双手负在身后，就那样静静地站在路中间，挡住了去路。什么人？滚开！没看见血煞宗办事吗？黑袍人没有说话，他只是微微抬起头，那空洞的面具眼眶似乎在注视着每个人。装神弄鬼！那弟子大怒，提刀就砍，一声轻响，那弟子的刀突然从中间裂开，变成了2半，整个人吐血倒在地上，没了气息。所有人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凡人，他是凡人！第一章，断罪。跑，快跑！是那个传说中的杀神。剩下的人终于反应过来，这不就是之前在落凤坡传闻的那个无面死神吗？他们丢下俘虏，转身就逃。黑袍人并没有追，他只是伸出一只手，对着虚空轻轻一弹，空气震动，数道无形的空气弹激射而出，精准地洞穿了每一个逃跑者的后背。逃跑的血煞宗弟子全部倒地不起。那些被俘虏的弟子们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忘记了呼吸。黑袍人走到那个受伤的女修面前，随手扔给她一瓶丹药。往西走，那里安全。说完，他转身离去，黑色的衣袍在风中猎猎作响。前辈，请问尊姓大名？无名之人，行无名之事。这些血煞宗弟子的储物袋倒是挺肥的。这一波赚了3万灵石，还有几件不错的法器，这比在宗门领比强多了。他看了一眼远处落峡谷方向，陆晨把面具收好，换回破烂青衫，弄得更加狼狈一点。然后他深吸一口气，调整好表情，一边往回跑一边大喊：“救命啊！
我迷路了，这里好黑啊！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回谷口时，正好看到萧天河收剑而立，白衣染血，宛如战神。段峰一脸崇拜地看着萧天河，而陆晨则躲在角落里，看着头顶那显示的境界。当前境界显示炼气3层，99.99%。好险，差点又升级了。陆晨擦了擦冷汗，但这只是开始。真正的核心魔种还没出来呢。他的目光投向秘境的最深处，那里一团黑的迷雾，里面一双紫色的眼睛正在缓缓苏醒。乾隆秘境核心腹地，这里原本是一片古老的祭坛遗迹，此刻却已彻底沦为修罗场。大地龟裂，暗红色的岩浆从地缝中涌出，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血腥味。在那破碎的祭坛中央，悬浮着一颗巨大的黑色魔弹。萧天河手持长剑，站在离魔弹最近的地方，那一身原本不染尘埃的白衣，此刻已是焦黑一片。该死，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魔种，这是上古血魔的原胎。血煞宗那群疯子竟然想复活血魔老祖！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碎裂声响起，魔弹表面裂开了一道缝隙，一只指甲乌黑修长的小手从里面伸了出来，扒住了裂缝的边缘。下一秒，那个魔童撕开了魔弹的外壳，钻了出来，悬浮在空中。他看起来只有10岁大小，皮肤晶莹剔透，有着一头银色的长发，但他没有瞳孔，双眼是一片漆黑的深渊。躲在人群最后面的陆晨，此刻正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拼命往嘴里塞敛息丹。完了，这下玩脱了。这玩意儿起步就是半步元婴的战力。而且它是纯粹的能量体，物理攻击无效，法术攻击会被吞噬，这简直就是个 bug。最要命的是，陆晨感觉到那个魔童的目光似乎在自己身上停留了一瞬。虽然陆晨现在的显示境界是炼气3层，但在这种高阶魔物眼里，生命层次的诱惑是无法完全掩盖的。不行，绝对不能出手。萧天河还在，那个胖子段峰也在。我要是现在一巴掌拍死这魔童，我的狗道大业就全毁了。天道之眼肯定正盯着这里，只要我敢爆发出元婴期的波动，下一秒雷劫就会把我和这魔童一起劈成灰。得想个办法把仇恨值转移走。就在这时，萧天河动了。孽畜，休得猖狂！天道剑诀，斩望！魔童似乎被这光亮吸引了，转过头，伸出手去抓那道剑光。噗嗤，剑光斩在他的手上，竟然切入了一半，流出了黑色的血液。哇！魔童痛哭起来。随着他的哭声，无数道黑色的闪电凭空出现，疯狂劈向萧天河。陆晨眼睛一亮，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萧天河和魔童的大战上，他悄悄伸出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符，重力反转，千斤坠。这不是攻击法术，而是一个辅助法术。但这法术的目标不是敌人，而是站在他不远处的那个血煞族长老。那个长老原本正躲在暗处准备偷袭萧天河，忽然感觉身体一沉，脚下一滑，呲溜一声从藏身处滑了出来，正好滑到了魔童的面前。魔童停止了哭泣，看着突然送到嘴边的食物，金丹初期的长老连自爆都来不及，就被魔童一口吞进了肚子。趁着这个间隙，萧天河狼狈地退回人群，大口喘着粗气，眼神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丝绝望。没用的，他的恢复速度太快了，除非有元婴期大能出手，直接抹杀他的神魂，否则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他环视四周，一群瑟瑟发抖的筑基期弟子，一个只会算卦的胖子，还有一个缩在角落里发抖的炼气期废柴。绝境了！但在下一秒，他猛地睁开眼，那双破望金瞳中闪过一丝疯狂与决绝。既然正路走不通，那就走邪路。魔童那双漆黑的眼睛再次开始在人群中游弋，寻找下一个灵力最充沛的猎物。在场除了萧天河，修为最高的就是苏青哥。诸位，想要活命吗？众人纷纷抬头，像抓救命稻草一样看着他。这魔物虽然凶残，但它有一个弱点，它刚出世，神智未开，只懂得吞噬。如果有人能吸引他的注意力，把他引到祭坛下方的封魔阵里，我就有把握用天道令将其镇压。石巨隐，什么？萧师兄，你干什么？苏师妹，之前在落凤坡，那位神秘的黑袍前辈救了你，我相信他一定就在附近，甚至就在这人群之中。前辈，我知道你在看着，这魔物非你我所能敌，但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个丫头。现在我把她送给这魔物，如果你不想看她死，就请现身吧。卑鄙！萧天河，你枉为正道圣子，竟然拿女人当挡箭牌！周围的弟子们也都露出了震惊和愤怒的神色，但面对萧天河那冰冷的剑意和远处的魔物，没人敢动。陆晨趴在石头后面，眼中的慵懒彻底消失。萧天河，你这是在找死！陆晨的理智告诉他，这依然是个试探。如果出手，萧天河就能坐收渔翁之利，甚至联手镇压；如果不出手，死一个紫竹峰的弟子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这是一场阳谋。半空中，苏青哥看着越来越近的魔童，他没有尖叫，只是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大师兄，再见了。此时，魔童兴奋地张开了双臂，准备迎接这份送上门的美味。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陆晨动了，他站了起来，像个被吓傻了的傻子一样，踉踉跄跄地往前跑了几步。
然后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他摔倒的方向正好是一根断裂的石头，触发了陆晨早就埋在这里的一个微型机关。轰隆！祭坛下方的一角突然塌陷，原本站在祭坛边缘看戏的魔童脚下瞬间踩空，魔童身体失去平衡，竟然直接从半空中掉了下来，重重的摔进了那个塌陷的坑里。陆晨捂着额头上的大包从地上爬起来，指着那个坑大喊大叫：“哎呀，那里有个坑，那小孩掉坑里了，快埋他，快埋他！趁现在，大家一起攻击那个坑，把他埋在里面！”无数法术如同雨点般砸向那个深坑，轰轰轰，烟尘四起。解阵，趁他被困住，启动封魔阵。然而迟了，一道血红色的光柱冲破了泥土和法术的封子，直冲云霄。魔童飞了出来，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原本可爱的外表荡然无存，身体暴涨到了3米高，浑身覆盖着狰狞的骨刺，背后长出了一对蝙蝠般的肉翼。他那双漆黑的眼睛越过了萧天河，越过了苏青哥，死死地锁定在了那个还在捂着额头叫唤的陆晨身上。动物的本能告诉他，刚才那个坑和这个人有关。魔童吐出了一个含糊不清的字眼，下一瞬他消失了，再出现时已经到了陆晨的面前，那足以撕裂金丹期防御的利刃狠狠地抓向陆晨的脑袋。陆晨看着那近在咫尺的利刃，该死，被逼到死角了。陆晨的瞳孔中倒映着那血色的利刃，在这0.01秒的时间里，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反向境界，绝对防御，开启！惊天动地的巨响，狂暴的气浪以陆晨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将周围的岩石都震成了基土。烟尘散去，陆晨保持着举起酒葫芦格挡的姿势，双脚深深地陷入了地面。而在他对面，那个恐怖的魔童此刻正抱着自己的右手，在地上疼得打滚，嚎啕大哭。这怎么可能？我那一剑都砍不断的魔躯，竟然被一个破酒葫芦震断了。虽然挡住了，但这反震之力震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移位。这酒葫芦是他唯一的真神器，硬度堪比仙器，再加上他合体大圆满的灵力加持，硬度确实无敌。师傅，你老人家显灵了！这就是您说的祖传宝物吗？真的能保命啊！原来是法宝护主，那个酒葫芦，难道是什么上古异宝？难怪他一直挂在腰上，原来是保命神器。地上的魔童哭得更凶了，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只见他停止了哭泣，张开大嘴，周围所有的血气开始疯狂向他口中汇聚，一颗暗红色的能量球在他口中成型，越来越大，散发出的波动让整个秘境都在颤抖。不好，是血魔咆哮！这一下要是轰下来，我们全得死！他在蓄力，快打断他！众人疯狂攻击，但所有的法术都被那能量球吞噬，反而成了他的养分。能量球越来越大，像个小太阳一样悬在众人头顶。陆晨跪在地上，擦了擦嘴角的血。陆晨心里涌起一股无名火，还没完没了是吧？他看了一眼周围，所有人都在绝望的闭目等死，或者疯狂逃窜，没人注意他。萧天河也被刚才的气浪震伤，正在调息。好机会！陆晨眼神一凛，他只是像个被吓疯了的凡人一样，捡起地上一块巴掌大小的板砖。我跟你拼了！然后他开始助跑，在距离魔童还有3米的时候，陆晨猛地跳了起来。他在空中抡圆了胳膊，手里的板砖在这一刻被注入了一股极其隐晦却又恐怖至极的崩解法则之力。给老子闭嘴！一声清脆无比、响彻云霄的声响，陆晨手里的板砖结结实实地抽在了能量球上。那个毁天灭地的能量球被这一板砖直接拍回了魔童的嗓子眼，魔童被迫咽了下去。下一秒，他的眼睛瞪得滚圆，脸色瞬间变成了酱紫色。魔童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身体就像是被冲爆的气球，在空中炸成了一团绚丽的烟花。陆晨从空中落下，狼狈地摔了个狗吃屎。他趴在地上，手里的板砖碎成了粉末。他颤颤巍巍地爬起来，一脸茫然。我把他害炸了。全场依然死寂，比刚才还要死寂100倍。段德张着大嘴，下巴脱臼了都不知道。萧天河手中的剑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这样也行？演技满分，这一招物理打断施法加运气爆屏反噬，应该能糊弄过去吧？就在这时，天空中那团血雾消散，露出了一枚血红色的晶体，缓缓飘落在了陆晨的手上。萧天河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炽热。把魔核给我！这啥玩意儿？看着像山楂丸，挺好吃的样子。说完，他一张嘴，咕咚吞了。你把它吃了？那可是魔壶，蕴含狂暴魔气，你会爆体而亡的。陆晨摸了摸肚子，打了个饱。有点酸。陆晨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头顶，当前境界显示炼气3层，99.999%。完了，这下真的要称霸了！该死，草率了。这玩意儿的能量密度堪比化神期妖丹，哪怕是我，一时半会儿也消化不了。你真的吞了？你没有爆体？有点胀气，可
能是过期了。萧天河深吸一口气，眼中的金光再次闪烁。这世上绝没有任何一个炼气期弟子能生吞魔核而不死，除非……就在萧天河准备强行出手检查陆晨身体的时候，脚下的大地突然剧烈震颤起来，原本就已经破碎不堪的祭坛彻底崩塌，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向四周蔓延，天空中那层血色结界开始消失，露出了后面的空间乱流。不好，魔种已死，支撑秘境的能量核心消失了，秘境要塌了，空间风暴马上就要把这里搅碎了！快跑，找出口！幸存的几十名发疯似的朝之前进来的传送点狂奔。然而，当他们冲到传送点时，所有人都绝望了。原本那闪烁着蓝色光芒的传送阵，此刻竟然变成了一片灰暗。在阵法中央悬浮着一个半透明的血色光罩，死死封住了出口。是血煞宗留下的后手，这是绝户锁灵阵。一旦魔种死亡，此阵自动激活，封死所有生路，我们都要陪葬。让我来！天道剑诀，破虚！怎么可能？这阵法的强度竟然达到了元婴级！没用的，这阵法连接着整个秘境的地脉，除非有一击摧毁整个秘境的力量，否则根本破不开。除非什么？快说啊！除非能进入阵法内部的阵眼，切断地脉连接。但这个孔洞被设置了极强的排斥禁制，高阶势力修为越高，受到的排斥力就越强。只有修为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或许才能钻进去。全场再一次陷入了诡异的寂静，所有人整齐划一的转头，目光看向了正在角落里捂着肚子哎呦叫唤的陆晨。修为低到忽略不计，这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吗？苏青哥擦干眼泪，充满希冀的看着陆晨。大师兄，陆晨看着那个孔洞，心里有1万句脏话想讲。这剧情针对性也太强了吧！我不去，那里面看着就危险，万一有老鼠怎么办？陆晨，不想死就给我进去破阵！只有你能进去，破了阵，我保你紫竹峰百年无忧；破不了，我现在就杀了你祭阵！别动手，我去还不行吗？可我肚子疼，能不能慢点？快滚！坑洞内，这里是一个狭小的地下空间，四周刻满了繁复的符文，在正中央插着一根血红色的金柱，正源源不断的抽取着地脉之力。这种低级的反向禁制，也就骗萧天河那种愣头青。不过这设计倒是有趣，专门防备高手强拆，正好拿你这阵法泄泄火。陆晨走到金柱前，并没有像常人那样去拔或者去砍，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在金柱上，逆转轮盘，开闸放水。他体内那股因为吞噬魔核而无处发泄的狂暴能量，瞬间找到了宣泄口，不是切断地脉，而是灌注。陆晨要把这个阵法撑爆，那根血红色的金柱瞬间变得耀眼夺目，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吱嘎声，上面的符文开始疯狂闪烁，变红变白，最后一道裂纹出现在金柱上，紧接着整根金柱直接炸成了粉末。而在外面，原本坚不可摧的血色光罩，突然像是断了电的灯泡，闪了2下，彻底熄灭。传送阵那久违的蓝色光芒重新亮起，阵破了，活了！道友，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你这运气简直没谁了，进去随便搞搞就破了。我就绊了一跤，好像踢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它就炸了。难道真的是天意？萧天河第一次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此时秘境的崩塌已经蔓延到了脚下，众人争先恐后的冲进传送阵，随着一阵空间波动，所有人消失在原地。片刻后，整个乾隆秘境彻底崩塌，化作了虚空中的尘埃。青云宗广场，5大宗门的掌门、长老齐聚一堂，每个人的脸色都难看至极。完了，全完了！几百名精英弟子啊！就在这时，广场中央的空间突然扭曲，数十道身影狼狈地跌落出来。陆晨混在人群中，一落地就熟练地往角落里钻。他看着自己头顶上显示当前境界显示，炼气3层，警告：能量溢出风险90%，必须赶紧回紫竹峰闭关。陆晨捂着胸口，冷汗直流。然而，就在他准备偷偷溜走的时候，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黑了，一股无法形容的至高无上的威压毫无征兆地降临。广场上，所有金丹期以下的弟子瞬间跪倒在地，连头都抬不起。这是天威！看来收割了，因为秘境里的动静太大，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只巨眼缓缓转动，最后锁定在了下方的几位元婴期掌门身上。一道宏大的、不辨男女的声音在所有人脑海中炸响：元婴以上皆为窃盗者，
窃盗者当诛！一道金色的雷霆从巨眼中劈下，站在最前方的一位偃月宗太上长老，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就被这道金雷劈成了虚无。那巨眼仅仅是眨了一下，又是数道金雷落下。这就是天道的逻辑，修仙乃是逆天而行，窃取天地灵气。当你弱小时，我不理你；当你强大到一定程度，你就成了必须清除的害虫。陆晨跪在地上，此时的他异常兴奋，终于让我近距离看到你了。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天道。也不过是某种更高维度的程序罢了。此时，那只巨眼的目光在萧天河身上停留了一下。萧天河虽然只是金丹大圆满，但他体内有着天道宗的传承秘法，而且刚才在秘境中因为魔核的刺激，他的境界已经松动，隐隐有一丝元婴的气息泄露出来。准窃盗者，那个宏大的声音再次响起，一道稍微细一点的金雷正在运动，目标直指萧天河。面对这种降维打击，他的破望金瞳毫无用处。萧天河闭上了眼睛。此时，金雷已经落下，萧天河必死无疑。如果萧天河死了，天道宗肯定会彻查，到时候整个青云宗都要陪葬，苏青哥也跑不掉。陆晨深吸一口气，体内的逆转轮盘突然停止了逆转，在那一瞬间，被压制了20年的合体大圆满修为，那股吞噬了魔核后暴涨的力量，如同决堤的江海，疯狂涌动。他将这股力量压缩到指尖的一点，反向境界，引杀模式，神之一指。就在那道金雷即将劈中萧天河天灵盖的瞬间，陆晨对着天空中的那只巨眼做出了一个弹指的动作，一道只有头发丝粗细的透明波纹从陆晨指尖射出，精准地击中了巨眼的瞳孔正中心。天空中那威严无比的金色巨眼突然僵住了，紧接着一道黑色的裂纹从瞳孔中心蔓延开来，即将劈中萧天河的那道金雷在半空中突然溃散，那只受创严重的巨眼迅速闭合，那道裂缝也随之消失，天空重新恢复了晴朗。广场上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面面相觑，完全无法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萧天河捡回一条命，茫然地睁开眼，目光复杂地看向身后的陆晨。巧合吗？还是说……而此刻的陆晨正趁着所有人发呆的功夫，悄悄把一滴落在他面前的神血吸进了手指里，吸收天道神血，逆转轮盘升级，当前境界显示凡人0%。终于变成凡人了，这一波血赚。青云宗广场上，此刻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死灰气息。5大宗门高层战力全灭，剩下的只有一群被吓破了胆的金丹期长老和筑基期弟子。都闭嘴！害怕有什么用？老祖们已逝，我们还活着，活着就要守住宗门的基业。萧天河的注意力死死地锁定了角落里那个正缩在苏青哥身后的陆晨。陆晨，出列。萧师兄，你想干什么？大师兄他刚才都被吓傻了，你还要为难他吗？吓傻了？我看未必吧。刚才天道退去前那一击是从你这个方向发出的，那道击伤苍穹的意志虽然隐蔽，但瞒不过我的直觉。圣子，您在说什么？什么意志？我就看见天上那个大眼珠子突然流血了，我还以为是他上火了呢。是不是装的？一验便知。萧天河的神识如潮水般涌入陆晨的体内，然而时息过去了，萧天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在陆晨的体内，他没有感受到浩瀚如海的灵力，只有空荡荡一片。怎么会这样？你的修为呢？你的炼气期修为呢？没了，全没了。刚才那个大眼珠子瞪我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然后我就变成凡人了。我好惨啊！修了10年还是炼气，现在连炼气都不是了。难道真的是我多虑了？难道那道攻击真的是某位路过的隐士大灵所为？既然修为尽失，那你便不再是我辈修士。按照修仙界的规矩，凡人不得在内门逗留。陆晨，你被逐出内门了。不行，大师兄是为了宗门才变成这样的，你们不能赶他走。宗门不养闲人，况且如今宗门遭逢大难，资源减缺，留他在山上也只能当个杂役。那就当杂役，只要他在紫竹峰，我就养他一辈子。萧天河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青哥，又看了一眼还在地上假哭的陆晨。随你。说完，他转身离去。深夜，紫竹峰，陆晨躺在他那把破旧的摇椅上，手里拿着酒葫芦，看着满天繁星。终于没人盯着我了。他那个逆转轮盘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面流动着玄奥的金色道纹，在那滴天道神血的滋养下，他的肉身已经脱胎换骨，进化为了传说中的无漏仙体。陆晨眯起眼睛，看着星空深处。当他吸收了那滴神血后，他的脑海中多出了一段残缺的记忆。原来这所谓的修仙界，不过是一个被圈养的牧场，每隔1000年收割一次高阶修士，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警示。那个天道之眼背后还有东西。既然你们喜欢玩收割的游戏，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不过这一次，谁是猎人，谁是猎物，可就不一定。看来有些人忍不住了。青云宗山门外，乌云压顶，妖气冲天，数以万计的妖兽潮如黑色的潮水般淹没了山脚，而在空中还悬浮着10几艘黑色的战舟，那是乱星海的劫修联盟。今日踏平青云，鸡犬不留。
守不住了，对方有3名半步元婴的大妖，还有上千金丹结修，我们完了。青云弟子听令，死战！苏青哥也在人群中，他回头看了一眼紫竹峰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大师兄，你一定要藏好。随即拔剑冲向了那个即将破碎的缺口。紫竹峰，陆晨依然躺在摇椅上，缓缓起身，伸了个懒腰。他走到墙角，拿起了一把扫帚。地脏了，该扫扫了。青云宗山门外，无数妖兽和劫修如入无人之境，疯狂涌入。青云宗弟子死伤惨重，苏青哥被2名金丹期劫修围攻，身上多处挂彩，岌岌可危。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不堪一击。天地间突然安静了下来，一种无法形容的宏大到让人灵魂战栗的气息从紫竹峰顶降下。众人艰难地抬起头，只见在那云雾缭绕的风里，隐约有一个人影，他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正在扫地。那个身影每挥动一下扫帚，天地间的元气就剧烈震荡一次。第一扫，漫天乌云散去，阳光洒落；第二扫，攻入山门的数万妖兽，如同被橡皮擦擦去了一样，无声无息地化作飞灰。第3扫，那名不可一世的大妖化作一缕飞烟，瞬间消散。仅仅3扫帚，原本必死的危局瞬间逆转，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这是什么神通？这就清静多了。原来真的是你，我这一生都在追赶那个并不存在的对手，却不知道真正的神一直在扫地。这是我的大师兄，没想到你真的这么厉害。3天后，紫竹峰小院，陆晨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站在门口，苏青哥红着眼睛站在他面前。大师兄，你真的要走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上面的风景应该更好看，而且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了。如果继续待在这里，这个世界会崩溃的。那你还会回来吗？这个留给你，想我的时候就喝一口。等哪天你能喝出这酒里的凡人味儿了，那就是我们再见的时候。走到山脚下时，萧天和正站在那里，2人对视一眼，没有剑拔弩张，没有试探。多谢。别送了，回去好好修炼吧。下次见面，希望你能接得住我一板砖。陆晨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古道的尽头，而在他的头顶，那行一直伴随着他的金色小字，终于发生了最后一次变化。